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西方媒体最关注的就是秦刚哦。那今天北京要召开人大例会，马上就被西方媒体形容说，哦，突然加开人大例会哦，还有加插会议哦。所以这个任免案到底跟秦刚有没有关系呢？当然，西方媒体是绘声绘影的讲啊。那当然是要看最后结果如何。那我们来提一下，他这个人大常委会哦，是在7月24号的下午举行，然后会中就决定了这个全国人大委员会的第4次会议将要在今天来举行哦。那会中包含了任免人事案，所以就引发了西方媒体就开始联想啊，讲说，奇怪了，这个人大委员会通常每2个月召开一次会议哦，上次会议在6月底举行，这一次提前召开，而且只开了1天，所以他们就解读说，会不会跟秦刚有关呢？甚至连美国的媒体都讲，秦刚的命运终于要被揭晓了吗？看到了，他们有引述一个所谓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说，这个秦刚的新闻终于要来了吗？那今晚一定很有趣哦。那当然，其实之前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都是讲说秦刚的身体不适，所以现在到底是如何？真的，其实大家也有很多人是关心啦，就不见得是说看好戏的心态。当然，就是有待中国大陆的官方来回应了。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IA 已经重组了中国大陆的这个间谍网吗？因为 CIA 他就说，在中国的情报网遭到了破坏，然后还讲说探员还当众被处决。那这个说法是来自于伯恩斯，他说中国大陆的情报网络10多年前发生了毁灭性的损失哦，多达30名 CIA 的成员在中国大陆被拘押，至少有1名干员在北京的政府大楼之内，当着一群中国的安全人员的面遭到了这个什么处决哦。那他说，我们近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正在努力重建强大的情报员的战力哦。那这当然是美国方面的一个讲法。我们来看一下毛宁的反应啊，他说我们这个对于中国会采取一切行动来自保。他说，美国一方面在散播就是中国骇客进行网络攻击的假消息，一方面又在宣称要针对中国展开大规模的情报搜集哦。面对美国的越界行为，中国一定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国家的安全。所以就是这段话跟这些行径哦，我们就可以解读，就是美国可以我去 spy 你，但是你不可以来探查我的讯息啊，就是美国可以，别人不行啊，是不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另外，我们看看。美国现在也在炒作，就是说中国大陆的间谍很多，说大陆的军事院校的学生被美国拒收，但是呢，其实日本很欢迎哦。这来自于《华尔街日报》讲到，因为川普在2020年发布了行政命令，禁止向与解放军有关联的这个中国公民发出美国研究生的签证哦。那其实就严重影响到中国大陆有7所从事军事研究的大学，就是国防7校，他们的就读还有这个毕业的学生哦，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申请美国的学校。但是日本呢，他们就说并不避讳哦，还蛮欢迎中国大陆的学生哦。因为日本有一些的官员甚至表示说，很高兴有学生这个在华盛顿方面收紧限制之后，把目光投向了美国以外的选项哦。所以那马上日本国内他们自己有一些别的声音说，外交官跳出来说，这个日本是中国大陆间谍的天堂啊。可是你看学院方面都讲说，我们学术自由啊，那认为这个政府应该不会干预我们这方面的决策，所以他们自己日本也有不同的声浪哦。那总之呢，就是美国或日本都在绘声绘影在那边讲说，这个中国大陆间谍通通都来了呀。可是中国大陆就觉得说莫名其妙的。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剑指台海，这个美澳13国联合军演，这个解放军派侦察舰来看看，就是你们在这边演习的状况。美澳主导这个护身军刀联合军演在22号展开哦。那现在有3万个部队来参加，所以解放军也派出了天王星号在澳洲的外海来搜集一下情报啊。那也被盟军派下了身影。那这个解放军的天王星号呢，其实他这个 ABC 的报道，他说他收集了一些敏感的资讯哦。那他能够在700公里外对于航空母舰上的海上目标进行这个探测哦。因为它的装备有各种频段的无线电接收器，还有终端这个解调的这个设备、信号分析仪器还有干扰设备它不仅能侦查，还可以令敌舰致盲致聋啊。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现在这个有关秦刚的这个状况真的不只是大家关心，现在很多
国际社会也在关心，因为他实在就是说上一次出现好像是在一个月，好像是6月23嘛，最后一次出面，这1个月了啊。那所以各界都很关心，所以正好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开会。你知道，大概一般观众不太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啊，它全国人大基本上就像一般国家的立法机关，那它通常它不开全会的时候啊，它的职权就由常委会、常务委员会来负责。那常委会一共有多少成员？有159个成员。那现在的常委会的委员长是赵乐际，还有10几个副委员长哈。所以呢，这个常委会其实在全国人大就全会休会时间，它的职权非常的大。那它除了这些其他的职权的话，它事实上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职权是什么？它是负责人事任免，人事任免。那就是说，全国人大闭会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就是这次讲的说突然要召开常委会的在25号举行的它的第4次会议。它通常2个月举办，这个突然好像时间突然插进来所以事情外面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猜疑。那它可以行使什么样的任免权呢？就是它可以行使这个中国大陆政府的行政监察、司法检察和军事机关的个别主管、副主管的人事任跟免，还有呢接受这些人士的辞职请求。所以他的职权是相当大的。如果说有重要的人士，因为秦刚的级别他已经是个别机关的主管了然后他又是这个国务委员，等于副国级的所以等于说是国务院的副国级的这种就等于就副国级的这样子高层官员所以他的不管是任跟免的话，看起来照中国大陆现在的法治体系，一定要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关。那常委会过去是2个月定期举行，现在等于加开临时会，或者下一次会把它提前所以外界就会有很多的这种联想啦。那当然就是说，像这位这个中国人经学家 Bill Bishop， 他就认为他的推测就是说，可能那么秦刚的相关的这些新闻，可能跟这一次的会议是连接在一起的。不论如何，我想反正马上就开了嘛，对啊，所以我想就是说，大家会很快就会知道外界的猜测到底是如何了。静待结果。那现在就是说 ，CIA 的这个局长伯恩斯最近在这个作证时候讲的时候讲的是蛮有趣的。那不过他讲到说在政府大楼内遭到处决我觉得这有一点离谱我觉得怎么会在政府大楼里面当着一群人的面处决？听起来有点对。当然我没有看他英文实际用语啦，对不对？那这个处决是因为这个发生什么样冲突或者怎么样逮捕的过程发生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对，不过就是说，我是不太相信，就是说，对于一个这个因为间谍基本上的话，它是有很多情报价值的，不是随便处决的。很多国家它还有间谍，它会怎么样去交换被人家逮到的间谍？所以我觉得伯恩斯讲的有一点太悬了，那我觉得我是有一点存疑就照理说，这事情应该会很大，这会闹成这个中美双方可能会很紧张为此很紧张，还处决掉人，这应该不至于像是一个小的爆料这样的程度对啊，而且已经说这个差不多10年前了吧？10年前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了10年才拿出来讲，可见不是很重要。好，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秦刚的出路或是未来怎么样我想，因为每个人都在当柯南每个人也都在猜那甚至说什么马朝旭是他的那个准备要接位的这种说法都有反正外媒爱怎么说，那台湾的媒体或者评论人员爱怎么跟，那就去跟嘛那事实上，如果以一个比较严肃的情况来看，王毅有跟美国人说是健康的因素。那我想王毅的本身的权威性在这个部分里面，所以你会注意到，就是说美国的官方对这个部分，他们也接收到这个讯息，就是说
身体健康的因素。那其他的都是媒体在猜了啊，或者是一些论坛的主持人想要追问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猜来猜去没有意思啊。那反正时间到了，大家就会知道了。有关于美国的情报人员被破获，这个是旧闻，因为之前美国就已经有揭露出他们在中国大陆的情报网、间谍网被中国大陆破获了啊，整个几乎都覆灭。那但是呢是暗的，也就是 CIA 的间谍网暗的。那 CIA 还有一份是明的，也就是伪装成为国务院的雇员。也就是说，美国的国务院派驻在北京大使馆或是领事馆内的一些外交人员，有一些是间谍，就是有一些是 CIA 的间谍。那我相信这些人员大概大陆也都能掌握。所以他讲的被破获的那个间谍网，应该就是不具有外交官的身份，所以他是暗中从事一些这个情报的工作啊，那被破获。可是伯恩斯现在又告诉大家说，他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了，那他等于是泄露了非常珍贵的情报，中国大陆当然就会更加的开始再去追查啊，那么美国的这个CIA 所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在哪里？前段时间发生在上海的所谓的白纸运动，里面就有一些人就被抓了。那我们一般估计那个运动跟美国的 CIA 是有相当的关系。我们也不由得的不去联想，当时美国的驻北京的大使，在3个月前曾经先到上海去，而且还故意曝光去排队打疫苗。那时候我们就在判断他相当有可能在上海要布置一些活动，都在猜测啊。那果然几个月以后，在上海的乌鲁木齐木就发生了那样的一个事件。那当时就有一些人就被抓起来了。美国到今天为止不敢表达抗议，只要求，而且语气很温柔的说，把我们的人放回来。如果说美国的公民在中国大陆受到非法的逮捕，美国的国务院绝对是严正的抗议。但是这些人，布林肯却只敢说把我们放回来吧，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在从事什么工作啊？应该我猜大概就是间谍的工作被抓了。那所以美国也不敢怎么样。不过我觉得有关于澳大利亚的军演，就是护身军刀的这个军演，不要忘了中国大陆的2个情报船，那么开到了澳大利亚的24海里的毗邻区，澳大利亚的侦察机也到了，但是他们有通话以后，澳大利亚它也必须要接受，也就是24海里的毗邻区还是属于国际公海，你没有权利去驱赶。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进入12海里，你都完全没有权利去驱赶。所以他可以进入到24海里。那澳大利亚也只能说这是它的自由航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国际法要弄得很熟，而且要严守。所以澳大利亚也很清楚知道中国的情报船就在你的演习区，贴近你澳大利亚24海里的地方收集演习的资料，他也只能接受嘛。好，来问将军。那这一次的澳大利亚的军演护身军刀2023呢，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13国。就规模最大，3万多人。以前的时候，它这个护身军刀是每2年一次，不是每1年举办。那这次3万人，13个国家在参与，算是一来规模最大的。第二个，这是印尼首度参加，因为印尼它一般来讲，它对美国的这些军演，印尼比较不热衷。印尼人口2亿7千多万人，它在这一方面，它的国防还有外交自主性蛮高的，并没有跟美国在这一方面有同步料。但它这一次的护身军刀，印尼有首度参加。那除了这13个国家之外，还有4个国家派观察员，包含印度、包含泰国、包含新加坡，也包含菲律宾。他们没有参演，但是他们派观察员到澳洲去参演这13国的护身军刀军演。然后他这个期程蛮长的，一直到8月4号，他护身军刀整个期程将近半个月一直到8月4号才结束。所以它规模很大，3万人嘛，然后又期程拉得久，半个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护身军刀大家就非常重视。另外一个第3个特征就是说，德国首次派兵参加。那德国这次派的主要的就是伞兵，
德国派了210位伞兵加上30个陆战队的队员。换句话说，他只讲到这是登陆作战跟反登陆作战，另外加上一个空降作战。空降作战由德国来担纲，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科目演练的科目是蛮多元的，除了登陆跟反登陆之外，也有空降，所以算是立体作战。那第4个特征呢？美国这一次首次的海外海军成军滨海作战舰坎培拉号，当然它是以澳洲的地名来任命的，但是美国首次在海外成军，它选择澳大利亚，那换句话说，跟这个澳洲的关系在军事上的互动还蛮频密的。而且这个滨海作战舰有一位美国的海军的这坎培拉号的作战舰，有澳洲的海军的军官1员常驻在上面。你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好了，你就是澳洲的海军军官派1员上来，就跟我们一起来跟这个坎培拉号美军的坎培拉号在那边一起来运作。最后一个特色就是日本，我们看日本这次派了出云号的这个准航空母舰过去参加，也同时第一次在海外，在澳大利亚试射它的124的反舰飞弹跟洞3的防空飞弹，在澳洲打，日本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看原来这次护身军刀，中共派了2艘的电子侦察舰，过去他们做勤收把它的相关的频谱作战的模式能够尽量的收回来，然后透过人造卫星送到中国大陆去做研究。所以中共对这一次也蛮重视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2023中国大陆的长春航展在7月26号展开呀。那当然也有一些相关的战机飞上天，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展现哦。我们直接来看相关的画面。这个其实我们看到有包含了像是红鹰飞行表演队以及空军81飞行的表演队。那这说当中还有这个歼10C也首次的公开亮相哦。其实这一次的航空展里面大家会看到像歼20、歼16、运油20、直20，还有无侦10都同台亮相了，所以展现出中国大陆现在目前的一些这个空中上面的一个实力哦。那解放军的空中发言人谢鹏就提到了，今年恰逢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哦，所以他们将会邀请空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空战的部队，然后回到现场来回顾战斗的历史，并且讲述这些战争的故事空战的故事，然后以空军特有的方式来纪念这个抗美援朝哦。那我们看到这个相关的一些影片影像也用4K 影像来修复哦。央视就公布出来，这样我们截了一张图4K 彩色修复这个纪录片记录韩战的时候，美国的陆军第2师在解放军包围之下，这个阻截下这个缴械投降的相关的被俘的画面也曝光了。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现在两韩的问题现在中美各显神通，包含了北韩的官媒也说，中国大陆的高官团也即将到访这也算是这个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北京中共中央政委李鸿忠不好意思，这有点反光，所以我看不到字。所以呢，他要率领代表团到北韩参加韩战停战70周年的庆祝活动，也成为北韩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呢首次的外宾官方的来访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来访，帮助两韩这个紧张关系更加缓解一些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北韩现在对于美国你这样子核潜舰到了南韩这一边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他们就朝向日本海的方向发射了弹道的飞弹那他们这个时间是在24号的时候，美国的核潜艇安纳波利斯号它抵达了南韩，这也是40年来第一艘这个肯塔基号之后呢第2艘停靠南韩的美国潜舰核潜舰。那北韩在24号就向东部海域发射了2枚型号不明的弹道飞弹，可能是为了要抗议美国所以以及这个韩美接连展示延伸威慑力量，所以韩战停战协议签署日7月27马上就要
到老。那所以这个北韩也就是朝方哦，希望借由这个武力方面来团结内部的力量。那驻韩的这个美军现在潜逃到北韩，现在联合国的司令部就讲到啦，现在跟北韩军方展开相关的对话。可是人家也觉得很矛盾哦，你现在这个核潜舰还停在那边南韩哦，你还想要顺利讨人吗？恐怕这个你可能要先让北韩觉得，你这个威胁的这种感觉降低一些，再来谈吧。另外，我们看一下中俄加强合作，王毅也讲说，跟俄方愿意针对共同的霸权、强权，然后一起来相关的合作，一起来反对。因为他讲说，现在就是在这样的霸权、强权之下，所以中方跟俄方的合作互信更加的重要。那俄罗斯也研拟在中俄边境部署这个图160轰炸机它昵称叫做白天鹅，多用途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也用在这个核导弹跟常规导弹来摧毁目标，甚至双方的这个军舰也在海参崴军演之后在那边会合，所以你可以看到9艘军舰一起开往海参崴这边来停驻所以中俄美感觉上面隔着韩国正在对峙当中嘛。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对，我想这个研判是蛮有可靠性的哈。这一次这个美国的2艘核子动力潜艇那么分别在18号到21号，先是这个肯塔基号。它停在韩国的本土的釜山港，停了4天。那接着24号就立刻传出来，美国的另一艘核子动力潜艇那么停在韩国的济州岛。那要停几天，现在还不知道，因为照去年这个就是照今年4月多的是4月26号的，所以那时候尹锡悦去华府访问跟拜登签了一个华盛顿宣言，里面就明定说美国的核子动力的船舰将会到韩国的港口来访问，所以大概4月底这个做的宣言，你看到了差不多7月所以很快他就等于美国就履行了他在那个华盛顿宣言里面的承诺。对，不过这一次2艘潜艇到这个韩国这个港口访问那虽然停的第一艘肯塔基号停的时间不长，可是正好碰巧是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所以2023海上联合军演，这个时间有重叠性，对，所以就你不得不可能推测它是不是除了去做这个访问之外，另外它的军事用途可能也就是在水面下那么接近中国大陆在日本海跟俄罗斯在日本海所进行的这一场非常规模，也可以算是空前的一场接近日本周边的一个大规模的以海空军为主的一场军事演习。那这次这2艘艇基本上其实在肯塔基号它的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它的整个的威慑力是要远超过现在刚到这个济州港的这个安纳波里斯号，2个吨位就差了1万吨，因为肯塔基号有16000吨，听说它的楼高有20几层楼高非常大的一艘潜水艇，而且它搭载的它这个垂直发射筒里面搭载的是美国的3叉级的所谓的弹道飞弹，是装有核子弹头的，所以它是属于战略核潜艇。那所以第一艘时候那个威慑力影响得很大，第2艘这个在济州岛的安纳波里只有6000吨，它是所谓的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艇，它并不是战略核导弹的这种发射的潜艇，所以2个的战力代表性不一样。不过这个同时间来就显示其实在东北亚的水域这一阵子真的是很热闹，那么有一点剑拔弩张的感觉。好，来问将军。好，这一次的长春航空展这个7月26号才开始，它总共是5天，一直到7月30号。它这次比上一次珠海航展比较受重视的，就是它2个飞行表演，总共有3个飞行表演队，包含81飞行表演队，包含红鹰飞行表演队，还有一个天之翼飞行表演队。它这一次出动的81跟红鹰81的话，81飞行表演队是它的王牌，它用歼10C有时候到我们台海周边来活动它就是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飞机那是歼10C在那边做飞行表演，反正它很重视这个长春航空展。另外，它也搭配了81那个红鹰也来了，
那红鹰它是由飞行教官，它虽然是喷射，但是由飞行教官来平常的时候利用时间来做演练。那81是王牌，81是专职的特技飞行员在那边飞行。所以我们看他这一次的这个长春的航空展，他在这一方面他是蛮重视这个文宣的。第二个，我们看中俄军演。中俄军演已经落幕了，但这次中俄军演它跟以往年不同的规模比较大，它这总共加上9艘，9艘还不包括潜舰，俄罗斯这个派潜舰过来，做反潜跟攻潜的这方面的作为。第二个，它这次打实弹，这次防空飞弹跟反舰飞弹有打实弹，那换句话这方面的话，表示它在这方面这个演习的这个力道有强化。那平常的时候只是套招这个实兵不实弹。平常大部分都是大家实兵不实弹，大家套招在那边做无线电通信，然后队形的排练，那不打实弹，这是打实弹。第三个，这一次的他的战机双方出动了总共30多架次，那这个岁数相当大，而且中共的这个歼击机从俄罗斯的机场起飞，这是首次，因为以前的时候都是从中国大陆的这边起飞之后，通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来那边经过空中加油再回来，有做这方面的配套的演练，那这没有，我直接从俄罗斯的用俄罗斯的军用机场起飞，换句话，这次规模变大了，包含海上的舰只，中共派6艘嘛，这6艘里面包含1艘综合油弹补给舰，所以加起来6艘。那换句话，中国也派军机，这个战机规模又变大了，又在日本海，期程还蛮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合作有加强、有深化的这方面的趋势有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俄罗斯因为俄乌战争，就乌克兰这个战争在打，俄罗斯在这一方面，在国际外交上面还有军事的互动合作，大概也就聚焦在中国大陆了。因为现在在俄乌战争还在打，西方国家要跟俄罗斯在这边军演的话，都或多或少会有抵制的现象，或者是一种比较低姿态，不参与或者不邀请。然后那这样子，刚好俄罗斯跟中国大陆就在一起。刚好大概顺势是这样子成型，所以我们看不是说这一次的中俄在日本海的军演规模比较大，包含海上跟空中的兵力大，而且频率增加。以前的时候很久才一次，现在我好像经常2-3个月就来一次了，换句话频率增加了。赖老师，我觉得这一次中国的高官访问团受邀到朝鲜去。我们在观察的点是朝鲜的边界是不是已经开了啊？因为从疫情开始以后，那个北韩就是我们大陆称为朝鲜啊，他们就把整个边界都关起来了。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全部都要开放？因为原本有开一个小部分，就是有一些货运可以往来。但是如果说这次的高官的访问团他们是从边界过来的话，那是不是等于是预告？就是朝鲜准备要对于中朝之间的边界要全部开放，一旦开放以后，那朝鲜的经济的活动跟大陆的经济活动又开始恢复过去的这些往来啊，这个对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另外，我觉得目前来说，本来因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主张，也是国际之间的一个主张，所以。当北韩、朝鲜它本身发展核武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就对于朝鲜实施制裁，中国也支持，所以中国也有对朝鲜实施制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的核动力潜舰已经是几次到了釜山了，到了釜山了以后，它本身就是一个核武的一个武器，然后跟韩国这样的一个联合，其实是不是已经？在现实的状况，在法律的状况，已经把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打破了、改变了、坏了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样的情况对于朝鲜的制裁就显得有争议了，因为美国带的是核武器进入到这个釜山，那这样的话，为何朝鲜不准发展核武器？我觉得这个会给朝鲜半岛的核战争。带来更高的风险。对，美国、韩国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站不住脚。俄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军事同盟关系，可是你看他们现在的联合的军演规模越来越大，那我觉得他们的准军事同盟的关系越来越建立起来。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俄国完全提供中国
军事基地给中国大陆的海军跟空军使用，现在已经提供空军基地，让它可以做转场。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立刻看一下现在汉光演习哦，这个最新的消息说，这个汉光演习首日战力保存，然后疏散。那解放军派出了这个双尾蝎无人机哦，全程来监控哦。那解放军呢，他们其实呢，派出了 TB001，经过了台东往花莲加山哦，然后在原航道折返，这是国军实施汉光演习以来哦，首次中国大陆解放军哦，他们派出了这样子丁打一体的无人机，直接对我们的重要的军演跟重要的军事设施进行侦搜跟监控哦。那当然，昨天还有这个消息哦，就是基隆的弹药库炮弹爆炸，造成了2名士官的重伤哦，9名士官兵都受伤了。那其中洪姓中士跟尹姓上士的左手被炸得血肉模糊哦，紧急紧急的手术啊。那现在目前是已经脱险了。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呢？其实2009年的时候哦，当地居民哦，就是这个祥丰营区哦，那边的居民抗议之下，军方其实已经搬迁过一次哦，把社区当中这个移动到距离居民大概100公尺以上的地点。但是这一次呢，这个发生意外，居民就很讶异啊，就想说，以为这个弹药库早就已经搬走了，没想到只是换了一个位置而已哦。那这120破炮弹哦，这个爆炸造成了多人受伤，人家想说，那就是网友的看法啦。他说：“这个蔡政府啊，就这个样子，你还想要当美方的这个火药库吗？因为其实，这些弹药如果离居民很近的话，真的对于居民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更何况我们如果要全部的这个陆战哦，全部的要布地雷的话，那真的是危险重重哦。那所以网友们在讲说，应该要想办法改成机器来搬吧，而且要远离这个人口稠密区吧。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事情，光是救护人员哦，看到炸弹掉出来都已经吓坏了。那他说在事故现场看到炸弹掉出来哦，还看到这个拆弹小组着装拆弹，其实怕得要死，根本不敢靠近哦。但是人家讲，你不要觉得这个状况已经是最可怕的，这其实连这个真正战争的0.1%都不到哦。那我们现在还真的要把自己台湾推向这个战争吗？那你看现在美国都要送给乌克兰是送极速弹了，极速弹未来可能都会有一些哑弹、未爆弹这样出现在大家的周遭，万一啦真的开战之后。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这真的是我们能够接受？你说像是柬埔寨、辽国这些地方，都还有很多的弹，都还没有清理完成。那台湾真的要一步一步走向战争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民进党还在继续偷渡两国论吗？今天蔡英文有讲说，我们政府已经跟美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建立了联系哦。去年我们的驻美代表处那成立了退伍军人事务组哦，还有辅导会，也首度派员常驻华府。他说，我们政府已经跟美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联系了，所以现在啊就要对这个退伍军人的服务以及最佳做法来交换意见。那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两国论哦，现在被还原起来，就说，这个两国论哦，其实当时呢，发表最多意见的关键人物就是蔡英文跟张荣丰哦。当时蔡英文是担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那这个张荣丰呢，就是担任这个国安会的副秘书长哦。那他其实这个决策权力就是集中在李登辉跟少数这几位国安幕僚。换句话说，当时两国论那么大的一个风波啊，这个背后就有蔡英文的影子哦。那可是以前大家都是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苏起啊，苏起就讲说他自己是被当成了挡箭牌哦。他说其实只有蔡英文跟张荣丰这些国安核心成员在讨论，而且也没有经过政府内部的商议啊，完全机密的个人决策。他说他当年是措手不及哦，还被迫要当挡箭牌。关于两国论全部的资料，相关人士离职之后也都全被带离了国安会。那现在这种状况的话，你看
看顾立雄的讲法，他说中华民国跟这个中国大陆互不隶属，他说国际上面已经相当程度的承认了呀，所以现在在民进党的骨子里，你说他现在讲说和平好了，那你骨子里面藏的还是台独，还是两国论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正准备好了吗？《金融时报》又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报道，他说中国大陆会用切香肠的方式来逐步改变现状，美国应该要提出有效的对策。他说，现在台湾的军事规划人员很担心这个切香肠策略慢慢在改变台海的现况，最终可能剥夺台湾自卫的能力那尽管美国的海军继续定期在台海航行，可是美军对于中国大陆这类的举动是没有直接反应的。如果美国及早介入的话，可能可以避免南海军事化的相关进程。那日本媒体也有相关的爆料他说这个习近平这是共同社的报道，去年6月公布的文件显示上，习近平呢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面强调，这个共军要做好2020年代末打仗的准备，就是解放军都有准备啦。如果区域冲突爆发而且持续下去的话，可能会扩及到更广泛的地区，但否定会再度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那北京如果这个用武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美国之外的这两国会出兵吗？这个季辛吉这一段话，我们来看看台海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的话，不论美日德，只要参与其中都绝对不会是赢家，而且会付出非常惨烈的代价。所以，真的希望这个战争不要离我们那么近。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对，现在这个台湾这个整个的海峡的这个军事冲突的这个可能性现在各界的预估跟评估都在急剧的增加了。那反映在我们这边蔡英文政府的话，事实上他这种各种的这些军演作为就是大家都很关切。那过去台湾有一个所谓的，我们有一个就是说防卫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那么歼敌于境外，决战于滩头这个是怎么讲？就是希望战火就是说不要波及台湾岛内。可是这一次看起来，这个整个的我们这次汉光演习事实上看起来整个的这个整个防卫概念我想最近这1-2天有很多专家都做了评论那么有一位专家他就讲说，过去是决战滩头，现在看起来是搞国土防卫。那国土防卫我觉得还是不太清楚国土防卫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内陆城镇各种据点开始在什么台湾的这个海滩以外进入市区、进入乡村进行的这种内陆的决战。所以这个就是说正好反映了这个需要比较多的兵源。为什么要买这个所谓的这个地雷这个布雷车来布地雷。另外一方面要在台湾内部增添很多的军火储存，军火储存。另外也有很多就是说希望增购什么？增购这个标枪飞弹，然后这些这种个人操作的这种短程的这种可以操作的飞弹。那这种都是便利于在所谓的国土防卫，就是说在台湾岛内打一场决战，而且呢借着兵源的增加、兵源的训练的延长，加上各种打这种国土保卫战的这种武器方面的充实，那么在台湾未来可能就变成不是决战于滩头，而是在决战于岛内。那决战于岛内的话，就是说台湾很多地方很可能就成为战场。就我们今天你可能你住家附近就是个战场。那变成战场的话，当然就变成就是说平民的生命财产那就会变成也是会变成在战争会要付出的代价。那就不只是只有这个军队跟军人在战争上受最大的风险。那以这个乌克兰来讲的话，事实上乌克兰的城镇攻防战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些军事驻防都是放在民房里面，在民房里面布置这种比如说这种重机枪甚至这种监视的这种飞弹反坦克也好，是反直升机飞弹都在民宅里面，这样比较好掩护。那也造成乌克兰这个很多城市打完一场战争以后是全毁，全部毁灭，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区分民宅跟这个民事用途跟军事用途，所以打的就非常惨烈。
那现在看起来，台湾现在我们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整个防卫台湾的概念啊，已经完全跟着美国走了。美国的概念就是乌克兰方式的这种打法。那我是觉得，大家心理准备就是说，你可能你的家园可能就是变成一个怎么样，一个很重要的碉堡，或者你的大楼上面可能会放置很多这种军事设施。那这个都可能发生了，这是很不幸的事情。好，来问赖老师。我觉得蔡英文应该有义务要跟大家说清楚、讲明白啊，因为有关于退辅会跟美国的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合作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爆料，说美国的退伍军人由于他们的退伍后的医疗费用太贵，成本也太高，所以他们打算使用台湾的退伍军人的这个医疗资源，也就是我们的荣民总医院的体系的这个系统。如果这是属实的话，那是不是我们成立的这些退伍军人，我们的退辅会到美国去，未来就是要来去帮美国的这些退伍军人把他送到台湾来，到我们的荣总去看病、住院或是治疗。如果是这样的话，坦白说，你会从美国运到这边来，通常都是慢性病、长期病。这个对我们的荣总的负担、我们的医疗资源的负担，还有我们退伍军人的权益的保障有没有受损？我们的健保要不要帮他们支付？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都要跟我们讲清楚。如果没有跟我们讲清楚，你随便就动用我们的荣总的资源、医疗资源，荣民总医院的医疗资源是为我们国军退役的这些荣民来服务的，没有权利你蔡英文你没有权利也没资格，对，然后去动用我们的资源帮外国人服务，他没有对我们的军队有贡献，没有对我们的国家有贡献，凭什么我们要帮他们做长期的这些动用资源？医疗资源是如此的珍贵我觉得这个要弄清楚。我觉得蔡英文有责任有义务要跟大家讲清楚。有关于这个弹药库爆炸的事情因为我以前是在突击队。我在被重兵器中队在那边服务，破炮看起来它应该不是主弹体的一个爆炸相当有可能是底火跟药包的燃烧就是在搬运的时候滑落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要查清楚，就是给这些我们的弹药室他们在做药检的时候，它的工具设备防滑的这些是不是都有足够？他们有没有足够的这些设备来去搬运这些弹药？因为我们的弹药基本上是每一枚弹都是一个桶一个桶装的，它就是要抽出来检查没有问题以后塞进去的然后要去做分类清检，那么看有没有已经过时的或是药包受潮的，要把它替换等等。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也应该要查清楚，在这个部分中那些战士他不幸这样子一个伤亡，而且可能是终身致残因为有一位战士说他的手背都炸断了，他可能终身致残，年轻轻的就残了。我觉得我们的汉光演习也已经死了几个人了还没有打仗已经死那么多人。这个坦白说，蔡英文这样子一个操练我们台湾的军队，然后我们的军人这样子一个损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原谅。因为你在任何演习的时候，安全要摆在第一。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这些人躲在冷气房里面，看着我们的军人在外面，然后这样子餐风露宿，然后每个人都冒着生命的风险，都年轻轻的，然后就生命就牺牲。那么前一段时间不是才泛舟，也死了我们好几位战士。我觉得这些都是实在是很令人生气的事。两国论很明白的，就是台独的主张美国气得不得了。我觉得舒淇讲的没有错其实当时大家都知道，就是蔡英文、李登辉、张荣丰他们搞出来的嘛。那现在还有什么好抵赖的？那现在的情况，顾立雄讲的，如果说今天国际间有这样一个共识，说中华民国跟中国互不隶属，不属于一个中国的话，那请问一下，那为什么不跟我们台湾建交美国你不是爱得要死吗？日本不是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那日本为什么不跟我们台湾建交？你给我们一个交代嘛。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有关于台湾的局限的问题。其实
美国尤其是美国跟民进党台独，他们要把现状改变。坦白说，现在的现状就变了，也回不去了。防空识别区没了，中线没了，然后24海里已经开始被接触了，而且也就是现在已经是常态性在台湾，哪一天，现在导弹也飞越台湾上空了，哪一天就是战斗机飞越台湾的上空，战略轰炸机飞越台湾的上空。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台湾的空间还在哪里？整个空域的战争空间根本就被限缩了嘛。好，将军。对，我认为这个台湾这个准备好了没有？我认为没有准备好。我们可以从几个，我们看共机扰台哦，从2021年的961架次，到2022年的1732架次，一直到今年现在是7月，我判断今年超过3000架次，将来超过3000架次，所以我认为是切香肠，可能不止切香肠了，可能是切腊肉，整块拿去了，可能有这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哦，台湾现在是以战略退却来换取和平，来委曲求全，卑躬屈膝。你看，他都已经到我们的训练公寓了，到我们临街区了，24海里了，肉眼都看得到哦。天气好的话，垂直能见度良好的状况之下，是可以看得到战机哦，已经在那个临街区在上面飞行哦。只要垂直能见度良好的状况，所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4个特色。第一个，中共的架次越来越多，你961到1732，一直到现在，今年会突破3000架次在台湾周边活动。你换句话说，架次会越来越多，那换句话对台湾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一直向后退却，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架战机是飞到海峡中线了，海峡中线整个让出去，所以我说整块腊肉切去，它不是切香肠，是整块腊肉就切过去。第二个，它机型越来越多，它的机型呢，不但是这个千级机战斗机啊，虎战机种，包含大量的无人机，包含 BZK 的，包含降龙，包含双尾蝎，也包含无侦七，就是这些无人机都过来了，变成有人的战机跟无人机都一起来搭配，变成非常的多元。以前只是战机，现在无人机来多了，这是第二个特。第三个特色，距离越来越近。以前在海峡中线附近，在西南空域，现在不是，它到了海峡中线靠近台湾这一侧，到了台湾的临街区，最后面只剩下领空线。另外一个，它从西南空域到达东南空域，东南空域针对的是花莲跟台东。换掉整个台湾呢，形成一个，有时候它整个绕一圈，就是变成形成整个战略包围。距离越近，对我们的压迫性是越高，因为它距离近，距离与压迫是成正比，越近压迫是越大，变成这个状况。那现在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没有拿出办法来，在这个情况。另外第4个特色，我认为中共禽收是重点。因为中共的这些不管是无侦七或者是双尾蝎、TB 洞洞幺、降龙系列，还有 BZK 系列的这些无人机，没有挂武装，全部是侦察装备，电子光学相机、合成孔径雷达，也包括收电池这个雷达频谱的全部收进去，然后通过人造卫星完全即时传输，它不要带回去再做分析，直接就传输过去了。换句话说，中共以禽收为重点，那这个即时传输就是做战场经营。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用兵是不是要更积极一些？动作跟手段，还有建军备战的这方面的企图心，是不是要更强一些？这样才能给国民、给社会大众、给全民在安全感上有更好的依托跟依赖。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